大家好，我是 FCGRJ， 在12月28 MD 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竞卡表啦。那这个是 DC 杯之后第一次竞卡表。那竞卡表实施的日期是2024的1月10号啦。那这次竞卡表砍的卡片还是蛮多的哦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本期的影片吧。这期的影片就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没有镜头啦，因为我人在外面。然后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空的关系，那我拍影片的时间是12月29，但是你们看到影片应该已经是明年了，嘿，所以这应该会是我2024第一支片。那具体什么时候上片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猜应该是1月2号吧，希望。好，那本次禁止的卡片很多哦，就混沌魔龙，然后灰白龙。然后命消的宝牌，然后还有操纵武者这个破坏砍。首先是混沌魔龙，混沌魔龙这个卡片基本上就这张卡本来就禁卡级别的东西，所以终于在 MD 也没有它存活的世界线了，最后一个它活着的世界线也消失了。那之所以会在这边禁掉一个，是因为 DC 杯龙 Link 拿了比较好的成绩，所以禁掉了。那另外一个原因，我猜是因为之后会出神童啦。那神童它一卡也是可以出混沌魔龙，所以这边先把它禁掉。再来是灰白龙，灰白龙完全就是这次龙 Link。那我自己是觉得有点过了，很可能下一次禁卡表搞不好就解回来了，所以他搞不好只关1个月而已。我是觉得灰白龙是没什么禁止的必要啦，现役也就差不多了，所以灰白龙禁止是有点过了，那对龙 Link 的影响来说应该是非常大哦。但能不能玩，应该能玩，但我不知道怎么玩，所以具体还是要等其他玩家去开发啦。好，然后再来是命消的宝牌跟这个操纵武者。操纵武者先讲，这个就预防性积压，因为这张卡片可以 FTK， 所以等之后神童出来之后，为了防止大家去玩 FTK， 所以先把它 ban 掉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，很正常的限制，就可以预想得到啦。再来是命消，命消这个我也觉得有点重，这张卡片我自己是觉得现役左右就差不多了啦。那他把它禁止的话，就是很简单，就神杯真的不想让你再玩了，一砍再砍，一砍再砍，已经把所有贴纸都现役，剩2张千查之后，大家发现同步领域跟竞技场好像有点强，滑板好像也有点强，那我们好像还是可以玩神杯哦，命消有2张，抽到好像还是会赢，对。这次 DC 杯还是很多神杯啦，所以可能 K 社真的受不了了。在 MD 这个世界线把神杯这个卡组是想要彻底打入大牢啦，但能不能玩，我觉得是有点难了。可是搞不好还会有人再玩玩看。那希望下次 DC 杯我们可以不用再看到神杯啦。好，那再来是限制卡的部分。限制卡的话有刹地利的停泊地，然后凯撒竞技场，皮尔利的吃饱。然后千查万别同步领域，然后刹地利芬里尔滑板人。那首先讲芬里尔，芬里尔我自己觉得一方面是刹地利啦，那也有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卡片2的情况下真的很容易被拿去外挂，因为芬里尔可以抓芬里尔嘛，那就可以在无费件的状况下我们去挂入这样强力的单卡，所以这次限制老实说不太意外啊。那我自己那时候前面在拆卡表，我就跟朋友说，这次环境其实还好啦，真的要改的应该就芬里尔而已，就芬里尔现役这样，其他其实我觉得都不一定要改的，但很显然的 Konami 这次改很多，就是他可能觉得年末了，需要翻新一下这个环境，所以他现役的芬里尔。那这个主要影响的牌组，我自己目前想要差最多的可能是 VS 啊，然后差利本家其实芬里尔现役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因为芬里尔本身也对差利来说不算单卡动，所以还好。但有影响，就他对差利来说也是一刀啦，但不是那么重。对差利来说比较重的一刀是另外一张，就是这个停车场，停车场的话是差利很重要的一张单卡，那现役绝对是影响很大。然后 MD 的差利，说实话，他在这次 DC 杯也是陷阱啊，所以他在每次环境都是陷阱的状况下，就迎来了很痛的限制。我自己是觉得蛮可怜的，所以估计下次 DC 杯，除非大家都很烂，不然应该也没有他的一席之地。MD 的差利大概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套陷阱牌啊。再来是滑板、千查跟同步领域这3张卡片完全就是针对神杯的限制。那千查万别这张卡片真的太强了。
面对很多卡组，像是龙宁可啊、皮尔利啊、斩击啊，很多卡组，就这张卡片你只要翻开就差不多快赢了。所以这个现役我觉得对 MD 来说蛮合理的。包含没有备牌可以去换风进去的情况下，就千草万别的现役还蛮重要的。然后滑板也是，滑板这个真的是本次 DC 杯神杯最强卡片。我每次只要看到这个滑板召唤到场上，就觉得头很痛。它就是神杯最无敌的一张贴纸。所以这次现役我只能说刚刚好而已啦，好不好？然后同步领域也是啊，就只有同步怪能打，这个也是就针对神杯的限制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也是看到只要你看到滑板，然后同步领域加凯撒竞技场，这把大概就可以赶快走上下一把了，嘿。然后凯撒竞技场也是，这也是针对神杯的限制，就没什么好说的。然后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皮尔利的吃饭哦，吃饭这个以现环境的 MD 皮尔利的卡池来说是很痛的，就这个现役是很痛的。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，是1月10号应该会有新卡包，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看这些卡池都没有太大意义。假设1月10号出了中黑，就是你的睡觉可以变身的话，那其实这次皮尔利的这个吃饭现役加上后面那个洗澡现2。都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，就是皮尔利还是一套可以打的牌组，就但诡计皮我才可能不会想打，可能我只能说可能，搞不好最后还是诡计皮比较强，也说不定。但就是纯的皮尔利绝对是可以打的，就是如果之后出中黑的话，下个卡包，那如果下个卡包没有出中黑，就保持吃饭现役洗澡现2的话，那皮尔利会很难玩，因为可以变身的魔法实在是太少了。对，神杯的部分还有一个是破坏现役，那破坏现役的话影响也蛮大的，所以这次他为了砍这个神杯真的是下了血本啊！我自己是觉得砍的有点过头了，但他可能真的很怕只砍一点，到时候下次 DC 杯还会看到这个牌啊，所以神杯我只能说 RIP。这个继刚漏掉破坏的神杯之后，我又发现了我还漏掉了强签跟强滩，那。这个是在1月3号拍的，因为我刚刚在剪片，然后突然发现我去，怎么漏掉了这么多卡片？好，那我马上来补讲一下这个强签跟强滩。哦，那强签跟强滩一样，也是针对神杯，所以神杯真的是罪大恶极，罄竹难书，罪不可赦。除了神杯以外的话，强滩壶还影响到了这次我在DC 杯使用拿到8万多分的 VS 啊，那。基本上对 VS 的影响来说也挺大的，但之前其实就有强滩只放1的构筑，那与之对应的就是多放小世界或是验证的那把检索剑应该就可以了。但我自己觉得分离的现役对 VS 的影响还是稍微大一点的，因为会影响到你可能不想放分离的这个轴了，对。那芬利尔对现在的 VS 来说，那个调度属性真的是很强，所以当你只能调度盐或地其中一边的时候，我猜大概可能有点不太想放芬利尔，但 VS 应该还是一套不错的牌组啦，在下个环境，主要下个环境会有新卡的关系，所以现在讨论牌组在下个环境会怎么样，都有点都有点晕，好不好？就不太知道，都 MD 环境基本上都要等玩过才会知道啊。就这个环境很特别，实卡都没有，所以就还蛮期待的啦。就希望 K 社赶快更新啦。那个真的很无聊，嘿，现在这个礼拜真的超无聊的。那再来，我们就看到现2卡片哦。这次现2卡片应该是只有洗澡啊。那洗澡刚刚讲过，就是针对皮尔利的限制，然后具体来说影响程度也就跟刚刚讲的一样，那就不再赘述。然后最后是开3的卡片啦，陀螺、风兰蝎，然后龙渊、燕真龙、不真龙、蓝真龙，真龙应该都没有什么差，我猜。然后陀螺应该也还好，但陀螺本身还是一个比较优质的特招点啊，所以搞不好之后有机会发展出什么 MD 限定卡组之类也说不定。那风兰蝎也是，应该也是无所谓啦。然后龙渊这个早就该放回来，这个 K 社忘记了，嘿，还相见一个公道。那进卡表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啦，就整体我觉得对环境来说。只看这个进卡表的话，就是龙宁可很难受，然后神杯死了，就这样没了。就是贴纸杯可能死了，他不想你再玩贴纸杯，他想你玩其他种的神杯。那
进卡表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接下来我简单做一下你们最爱的环境梯表评测啦。那这个表简单，我觉得简单排一下，基本上跟上一个环境差不多，就是我把神杯剔除掉了，然后龙宁可往后调到了比较后面的位置，因为我自己觉得灰白龙镜子其实差很多，然后混沌魔龙镜子也差很多，但是应该能玩。对，就是梅坎的烙印跟影响不大 VS 我自己给在 S， 然后 A 级的话就梅坎的斩击，然后皮尔利、深渊雷金和没有砍的白银城哦，这些我是排在 A 级的。然后 B 级的话，我给的就是刹地利，然后深渊 beat 跟龙宁可，大概就这样子啦。那其实这个表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重点应该要放在接下来可能会出的操纵体系，然后还有纯爱的中黑这些卡片，对，就是这些才是真正会影响环境的。那这个你们就看一看图一乐就好了，因为1月10号基本上随着新卡表推出，那个新卡包应该也会推出，所以本质上来说，这个进卡表无所谓的，所以大家就这环境表随便看看就好啦。因为你下个月打天梯也还是旧表，嘿。本期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。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，也可以加入会员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是 FCGRJ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